郡主啊，快去跟长公主赔个不是吧。母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瞒你七叔的事情，但我真的已经烧毁了。你说这些还有何用？来人，把他送去别院。母亲，我不想嫁给他，你为何不现在就杀了他？我是你唯一的女儿，你总不能让我嫁给那坨烂泥吧？明明刚刚你只要向皇帝舅舅求情，他就可以既往不咎的。母亲，你还敢妄言？你没有看到皇兄的眼神吗？他从来没有这么怀疑过本宫。本宫殚精竭虑这么多年，才赢得了天子的信任，就被你的任性妄为而毁了。我真的对你太纵容了，是该让你好好长长教训了。不然这公主府，本宫的性命都会葬送在你的手里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最看重的还是你的皇兄，你的权势，从来不是我这个女儿。若你还想当君主，做荣阳的女儿，就必须和诸子。十倍奉还。明月啊，你怎么跟你母亲一样？我就是跟我母亲一样啊，我是他生的，他养的，你从小就没有管过我，如今你也不用再管了。来，别让他淋着雨。大婚之夜，夫人不来喝一杯吗？谁是你夫人啊？我们刚刚成的婚，还是金上赐的婚呢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敢如此猖狂！是，要不是金上赐婚，你早就被我给杀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有的是办法。让你活着比死了更痛苦，到时候你就会发觉，
你还不如跟你全家一起死在流放的路上。我已经答应你不张扬此事，为何还要赶尽杀绝呢？要怪就怪你自己呀！他们都是因你而死的。对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如果不是我，他们也不会死，叶儿也不会离开我，我也不会再也见不到我的妍妍。你还真是挺可笑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心心念念的江一和女儿，我会让他们尝尽人间的苦果，让你们知道，同我作对会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。夫人，我们喝一杯吧。你给我滚出去！别再惹污了本郡主的眼睛！滚！红烛熄灭，乃大凶之兆。为什么本宫的心跳得这么厉害？明月怎么样了？郡主照您的吩咐，已经去别院找朱子玉了。本宫欠他的，他以后想要做什么，本宫都可以依着他。你以为我真的想跟你成亲吗？今日我就取你性命，来祭奠我全府83口。你是来报仇的？为什么不呢？难道继续让你害我的家人吗？父亲、母亲，儿子给你们报仇了。江一，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儿了。不要！我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你让倩倩忘了我。
可为什么我心里觉得越来越不对劲，好像要出大事儿。石娇，你去别院看看明月，他再生气也不要发作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朱子玉活着。是。天快亮了，雨也停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风波了吧？可为什么本宫的眼睛一直在跳？云得果多，子孙满堂，瓜瓞绵绵，尔昌尔炽，行合景礼。你从不喝酒，这一步咱们就算了吧。行了合景之礼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。不为自立。好吧。合景而应，敬慎重正，结发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礼成，上10盒。这是百合莲子羹，祝王爷王妃百年好合，子孙满堂。嬷嬷，我看这10盒是有10层吗？可不是嘛，讨个好兆头，十全十美嘛。这里面还有芝麻汤圆，吃了以后团团圆圆，还有甜糯米圆子、红枣桂圆汤、桂花糖藕、红豆。花嬷嬷，您放心吧，他们一定会吃的。要不咱们就先休息休息。你先走吧，这洞房之礼还没过完呢。王妃，千万记得吃完呀。好的。你早就知道了吧？
你知道什么？我是南无圣女啊。这个知道。那你接近我，也是因为这件事吗？一开始是这样的，但是后来对你的心思你也都知道，从未欺瞒过你。你记不记得，我哥哥落水之前，我跟你说，我做过一场梦，但其实那不是梦，那是我曾经经历过的。经历过的？其实那个时候，咱们就已经成过亲，拜过堂了。南巫有个传说，说圣女可以预知未来，但我之所以成为圣女，不过是因为那些预知都是我真实经历过的罢了。可我在想，我多希望那只是一场梦，我只想过平凡的生活，只想做东平波府的将司。你是不是圣女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。我跪在殿前的时候，只想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。不管你是谁，我永远都不会变，因为我永远都只是将死的人。这次是我第一次见燕王殿下吃酒，真是稀奇。说实话，你也是第一次见吧？我当然不是第一次见了。走。哎呀，之前头带我们打过一次很厉害的胜仗，大捷归来之后啊，没忍住，还是跟兄弟们饮了一些。起初吧，我跟弟兄们都以为我们头特别能喝，因为一点也不显醉意。谁知过了1个时辰之后吧，倒头就睡，睡着睡着吧，突然就爬起来，就算了，我还是不跟你说这些了。啊，王大啊，你别，王大，你就告诉我。不，他的那，哎，我绝对不说，你绝对不说。行吧，那我就看在咱们以后是一家人的份子上。我就是一家人啊。你不能跟别人说。我不说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抱着凳子就开始哭。啊？哎呀，我们头吧，从小就无父母看顾，孤身一人被流放至了南疆。一个人啊，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。但是他从来也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些。其实有时候我还挺希望他能多哭一哭，多醉一醉的。殿下，看台阶。明月边缘起了大火，君主已经离世了。是朱子玉杀了君主，属下保护不力，请殿下赐死。胡说！不可能！你为什么要骗本宫？为什么？让开！殿下，不能打开！让开！别拉我！殿下不要！
给我让开！让开！殿下不能打开，殿下，殿下，让开！殿下，殿下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他不是明月，明月不长这个样子。殿下，你们都在这干什么？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去找啊！去啊！殿下，快去啊！殿下。我知道你在吓唬本宫，你在跟本宫恶作剧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亲知道错了，你就帮我把他找回来。我知道错了。殿下，殿下。夫君，从今日起，我就不是江家的人了，大家也不会称呼我为江四，而是都叫我燕王妃。我觉得一个好的夫君，得让自己的夫人时时刻刻都能做自己。你就永远都是江四，不是一个被我控制了身份的女子。我的夫人呢，要是有一点点的小失落，我就让所有的人称呼我为江家女婿。好，那是我多虑了。夫君，我想回趟伯府看看姐姐他们，而且也是时候把伯府那些东西全都搬到阳王府来了。嗯，好啊。时辰快到了吧？咱们赶紧准备一下，要去宫里给金上还有皇后娘娘请安呢。景明帝那儿我不去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在大殿上，金上还是成全了我们的。我觉得他心里是向着你的。夫君，我们就当是去完成一项任务，好不好？如果不去的话，又该说我们礼数不全，到时候又该惹事了。嗯。我夫人说的真对。儿臣给母后进献断修。谢母后。本宫看你二人今日结成夫妻，十分欢喜。快起来，赐座。祝七哥七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谢谢妹妹。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？明月郡主死了，被朱子玉杀了，他又引火自焚，也死了。难怪我们今早去给金上请安的时候没有见到，只听说金上去了长公主府。朱子玉真的如我所料，但没想到他竟会舍弃性命，解了这个死局。朱子玉这样的人，会在生前做这样一件有血性的事情，对他而言，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郡主虽说是朱子玉杀的，
可长公主的秉性，本宫知道，她一定会把这深仇大恨都记在你们俩头上。她心狠手辣，还不知道有什么手段要对付七哥七嫂。玉静，你找个借口，带着江四回南疆，那里有赤羽旗在，也可护你二人周全。但是福祸躲不过，总归还是要面对的。长公主想对付我们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们可以随机应变的，只是怕连累到母后。母后在人前还是跟我们撇清关系为上，日后我们也会少来长宁宫，还请母后谅解。我就说七哥七嫂不是贪生怕死之人。其实，在七哥七嫂来之前，我和母后已经商量过了。若是你们想离开，我们就想尽办法安全地送你们离开；若是你们想留下，我和母后也绝不会像以前那样明哲保身。这一次，我们共进退。本宫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，玉姬，如果你愿意，本宫可以向陛下请旨，认你做亲子。皇后，你要认玉瑾做亲子，是不是该先问问她的母亲答不答应啊？见过母妃娘娘。娘娘，贤妃娘娘，您怎么能不经通传就闯长宁宫呢？等你通传，本宫的儿子怕是要被人拐跑了。贤妃妹妹倒是许久没有来，快赐座。臣妾的媳妇儿子刚成婚，臣妾在金华殿左等右等不见人影，看来这杯新媳妇茶，臣妾是喝不到了。母妃，我跟殿下正准备去金华殿给您请安呢。是吗？我怎么刚刚听到你们要认别的什么人当母亲呢？本宫还有这个资格接受你们的请安吗？贤妃娘娘，您口中的别的什么人，是指我的母后吗？福清虽然是小辈，但是也明白，我的母后是六宫之首，是众皇子公主的嫡母。她想要认七哥为嫡子，养在自己名下，有何不妥？瞧瞧，公主这才是从皇后肚子里出来的母女连心呢。本宫不过抱怨了几句，公主就跳出来了。若是有不怀好意的人，想把公主从皇后身边抢走，皇后又当如何？公主是母后生，母后养，自是母子情深，不像贤妃娘娘生而不养，如今却说什么骨肉相连。您是怕我成了嫡出，影响到齐王吧？胡说什么？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本宫虽然未能养你，但是为你操的心一点都不比齐王少。这个不孝子！贤妃慎言。燕王聪慧仁善，回临安以来办成不少差事，连陛下都赞赏有加。贤妃既然这般看不上他，又有齐王承欢膝下，那本宫也就没什么好顾虑的。玉瑾，当着贤妃的面，本宫问你，你可愿记在本宫名下，做本宫的亲儿子？儿子愿意。你说什么？母后，刚才福清公主所言有理，您是众皇子嫡母，即便燕王不记在中宫名下，您也是我们的嫡母，我们日后也应当竭尽全力侍奉好母后，就不必劳烦母后行过嗣之礼了。还是江四明事理。怪不怪我拦着你呢？确实是想有这样的一个母亲，但是你拦着我，肯定有你的理由。好，说给我听听。我是想着皇后，还有福清公主，咱们都是真心相待，即便没有这母子之名，我们也会尽力保护好对方。可一旦有了这母子之名，就等于你在向世人宣告，你是在皇后这个阵营的，而且颇具野心，那很快咱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。确实，
我光想着弃贤妃来，没有想到这层利害关系。我懂，贤妃是你的生母，这换做谁都难以释怀的。以后这样吧，你就尽量少见她，如果非见不可，就换我去。你也不要去。你忘了上次请安的时候他怎么对你的了？那咱们谁也不去见，好吗？但是母后那儿，母后是个明白人，我想她能懂咱们的意思。只是眼下这道难关，咱们该怎么过呢？崔明月一死，长公主必定要报复咱们。吉凶路上有父亲的名在，不便成杀。母后也不会想让真相公之于众，这样只会惹来长公主的报复。大不如这样，我们可以先发制人，把长公主勾结南巫，还有陷害你和你母亲的事情，告诉父皇。好，那咱们先把萧氏请回来作证。参见母妃。你怎么来了？母妃，不是您让我来的吗？说是燕王妃今日进宫，让我挑几个得力的丫鬟给燕王妃带回去用，人都带来了，都在外面候着呢。不用了，他们走了。不如以母妃的名义将他们送去燕王府。燕王妃年轻，操持王府需要帮手，这也是母妃的一片心意。本宫说了不用了，带着你的人回去吧。是。等等，本宫问你，若是皇后想认张儿做嫡子，将他记在中宫名下，从此名正言顺地与太子争，你当如何啊？你肯定100个乐意，你巴不得换个更尊贵、更和善的婆婆吧？那要是张儿不愿意呢？你会去枕边风，让他答应？母妃，您何来此问？可是皇后又说了什么？儿臣怎会是这般没有心肝的人？又哭。张儿不在这儿，你不必惺惺作态。母妃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儿臣没有。行了行了，下去下去。母妃，下去。今日要是换作是他，本宫的儿子铁定成别人的了。这燕王妃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？这天大的好事！你也觉得这是好事？奴婢失言，娘娘恕罪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日姜思基拒了皇后，那便是认了本宫做婆母。若是长公主非要将她女儿之死怪到姜思头上，本宫也会护着她。回陛下，长公主是急火攻心，忧伤过度，须得休养一段时日。啊，臣告退。荣耀，哥哥，荣阳什么都没有了。事已至此，你要保重身体啊。明月是个好孩子，朕要追封她为公主，葬入皇陵。谢陛下隆恩。荣阳，
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莫要太伤心了啊！好生休息，改日再来看。荣阳明白。你听见了吗？追风公主葬入皇陵。明月活着的时候，想要什么，他们就不给什么。现在人死了，陛下要赐她当公主。殿下，殿下。殿下，殿下，这些痛都不及我心里的痛。陛下若真的在意明月，就不会逼着她嫁给朱子玉，把我当面。替他出生入死，他却没有把我的真情当回事。王爷未见到父皇。本想与父皇好好聊一聊，可是父皇因为明月郡主的事去了公主府，不巧错过了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父皇心情不佳，不如改日再去面圣也好。王爷如此勤勉上进，父皇定会看出你比那太子强出100倍。太子再无能，也是先皇后嫡子，在父皇的心中总是会重一些。说到这个，王爷。还有一事，今日母妃从皇后那儿回来，一见面就骂了我一顿。后来我一打听才知，今日燕王夫妇去给皇后请安，皇后要收玉锦为嫡子呢。这边疆回来的老妻都要越货吗？他若有心夺嫡，我便又多了一个对手。好在燕王妃有所顾忌，不敢贸然认母。拦住了燕王，这回是拒绝了，那下一回，也许老七就是故意放出口风，观察父皇的反应。若父皇不反对，他便可以一步登天，成了如今皇后唯一的嫡子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别碰他！明月已经不在了，你不用在我面前装腔作势。吵了半辈子，如果没有女儿，我和你早就无话可说。你放心，我们以
后再也不会吵。明月，母亲会替你报仇的，让他们一个一个都去给你陪葬。你又要干什么？不用你管。明月生前我没有管，死后也不需要你管。夫君，拜门的礼品都买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就回去吧。不行，拜门得多买点。您看看。这给我包点吧。好嘞。夫君你帮我买些这个蜜饯吧。好，我去看阿蛮还有龙蛋，看看他们挑的怎么样了。快去。我尝一个啊。可以，您尝。这样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如果你们继续要做危害大周的事情，我是绝不允许的。见过圣女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封让夜银门返回南屋的竹叶信，是圣女仿制的。我回南屋问过大长老了，那封竹叶信不是大长老写的。知道竹叶信的秘密，又会仿制大长老的笔记，那就是圣女。我这次回来，是想请圣女返回南屋。请你尽快返回南屋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我会等圣女的。明月，本宫这一生做过的事从不后悔，但是现在母亲好后悔，为什么要为你求来那道赐魂圣旨，那道要了你命的圣旨？明月，我知道你没有离开，你就在天上陪着母亲。明月，你放心，你为做王的事情，母亲一定会帮你完成。先要这对狗夫妻尝遍人间苦，然后再杀了他们，替你陪葬。我说你仔细着点。哎呦，这个花瓶你得实着拿，别虚着啊！哎呦，这些孩子，哎呦，不是跟你们都说了吗？这个茶盏要换成青白釉的，怎么还是原来那一套呢？今日是燕王回门，你们手下的东西一定要轻拿轻放啊！哎呦，你看看他，哎呦，祖母妹妹是自家人，不会在意这些的。她如今是王妃了，该行的礼一个都不能少，能有的规矩啊，必须得守着。是，祖母说的是。祖母，哎呦，战儿啊，姐姐，二弟，整得这么热闹啊！哎，这是给王妃的，我先替文坤尝尝。嘴馋。
给祖母请安，给父亲请安。好好好。请祖母饮孙婿的新茶。好。请父亲饮小婿的新茶。往后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啦。多谢祖母。一定记着相互照顾。是，祖母。其他的事情不要考虑太多，把你2个人的小日子过好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好好。在这伯府住了这么多年，突然要一点点搬空去新家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我也舍不得。不过，就算以后咱们离开这儿了，伯府永远是咱们的家。只要想家了，咱们回来便是。四儿，姐姐，我绣了一床鸳鸯被给你拿过来，比你原先一个人的被子大一些。谢谢姐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这是燕王第一次留宿伯府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就跟管家嬷嬷说。姐姐，殿下跟咱们以后是一家人了，不必这么客气。有件事情，长公主府把消息封锁了，但是我想，姐姐应当知情。大婚当日，朱子玉拦路抢亲，要娶翠明月，然后洞房之夜，他把崔明月杀了。父亲，他自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因为我跟他说的话？回大姑娘，朱子玉来了。依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妍妍。你把所有钱都拿去买蜜饯和果子了。如今崔明月被赐婚，他更加肆无忌惮。昨日我和四儿在皇宫门前等燕王，他便走过来威胁妹妹，等妹妹嫁过去之后，会想尽办法折磨她。他就是个疯子，他确实会干出这种事儿。连整个江家，他都不会放过。都是在陵水，他就要置你于死地。到时候妍妍和你，恐怕都会受到牵连。如果有人敢伤害嫣嫣，伤害四儿，我一定跟他拼命。朱子玉之前做了太多对不起姐姐的事情，最终幡然醒悟，舍命相护。姐姐，逝者已去，你也该彻底放下了。父亲，我好想你啊！妍妍，父亲也想你。父亲，你以后能天天跟我一起玩吗？父亲答应你，以后天天跟妍妍一起玩，荡秋千好不好？好。妍妍抓紧了。好。还要不要再高一点啊？好玩吗？好玩。妍妍，抓紧了。再高一点。好，抓紧了。开心吗？妍妍，答应父亲，长大以后一定要对母亲好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
殿下，何时这么懂礼数了，知道叫我殿下呀？不许叫殿下，要叫夫君。好，夫君。夫人请坐。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跟父亲聊得好吗？我看你这么晚没回来，还以为你找不到回海棠居的路呢。大去，这儿现在也是我家。今夜聊得可太开心了，那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内兄。聊得好就行。从我夫人的眼中看出了些许的伤感。回来收拾东西，想到在这个家生活了那么多年，突然一下子要彻底搬走，多少是有些舍不得。治好福清公主眼睛那晚，是同朵嬷嬷一同前往太医院熬药的。朵嬷嬷亲口告诉姜四，该抓哪味药。朵嬷嬷竟敢背叛本宫，那时候姜四连王妃都不是，区区伯府之女，能许诺什么好处？从本宫手里把人给收买走了。奴婢不吃。下去吧。19在。派去除掉萧氏的人可有回音了？昨晚刚收到他们回报，说已经查清楚了，应该快得手。去派人盯着朵嬷嬷，只要她出宫，就找机会把她抓回来。还有，你亲自去盯着姜四，看看他和南巫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是。二叔还真是妙计多，
他居然写了封信放到礼品里面，让咱们带回来。写什么了？就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祝福，最后引到了一家人可要互相帮助，想让你在金上面前替他美言一句，好让他升个一官半职的。那二夫人原先对咱们大房这么差，竟还有脸说出这种话？就是因为没法开口，所以才写到信上的。怎么了？长公主的人现在是越跟越近了。他是不是对我的身份起疑了？咱们得更加小心才是。长公主要行动了，那萧氏和朵嬷嬷可能有危险了，得派人保护他们。先回王府。倩儿，这田间生活可过得惯呀？过得惯。哎呀，这田间生活虽然清苦了些，不比东平伯府，倒也是清静安宁。只要和母亲在一起，在哪里都开心。哥哥也捎来口信，过2天就来看我们。来，好了好了，都一脸。大人，你们是？倩儿，这应该是长公主的人，快走！殿下有令，不留活口。倩儿，快顺着后门，等他逃命！我不跑，要跑一起跑，我们2个人一起跑，你跑不了的。我不走，母亲，我走啊！母亲！母亲。母亲，别哭，母亲走不动了，看来母亲陪不了你了。母亲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们一起回东平伯府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母亲。母亲，母亲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倩儿，回到伯府，和你大伯还有姜思说，我这辈子欠他们的还不上。下辈子宁做牛做马，再还他们的债。母亲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丢下我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平安送我倩儿回东平伯府。母亲。你不要丢下我！这已经到临安了，现在你就安全了。这。二姐姐，四儿，四妹妹，二姐姐，二婶呢？母亲她去世了，他们就当着我的面杀了母亲。怎么会呢？
是公主府的铁卫，我辜负了您的嘱托，还是晚到了一步，只救下了江二姑娘。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能早点察觉，不怪你，母亲她是为了救我，她才……我一定会让长公主付出代价的。阿蛮，你快带姐姐先进房休息。是，姑娘。对了，母亲去世前想让我转告你，她对她做的事非常后悔，希望你可以原谅她。终究是晚了一步，我的身份迟早会暴露，得赶紧想个办法，否则伯父也会因我受到牵连。母亲，母亲，你参见燕王妃。母亲，您派人叫我赶紧回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人给你找来了。燕王妃找我。二叔，我最近听说你逢人便说，燕王是你女婿。二叔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哼，这有何呀？这侄女婿他也是女婿啊，对吧，大哥？叮嘱过你多少次了，不要打着燕王的旗号在外面胡说。这官场上人多嘴杂，说多了对孩子们不好。母亲，我不说他们也都……四儿和你大哥说的没错，老二啊，这事儿你做的糊涂。伯父与王府结了亲，你的一言一行在外人看来，难免会跟燕王扯上关系。去给燕王赔个不是，以后不许再犯。是。二叔，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呀？那什么信？老二啊，不，这信，哎呀，哎，我说四丫头，你这当上燕王妃之后就目无尊长了吗？二叔，你觉得给我递这封信合适吗？这有什么？行了，老二啊。你让燕王给你跑官，你受两句也不冤。哎，四儿啊，其实你二叔啊，也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，我想这也是他无心之失吧。我都是为了伯父好啊。少说两句吧。你说今天你当着大家的面也训了他了，要不看在祖母的面上，你放了他一马。原来祖母觉得这是件小事儿啊！莫不是祖母撺掇着二叔到我这儿来，低声下气的来求官？这没有的事啊！那是什么意思啊，二叔？四儿，怎么跟祖母说话的？你是不是得寸进尺了？我们敬你是王妃身份，只是把你当做自家人，并非有求于你，更不会拒你。你若是还念着伯父对你的教养和情谊，你二叔今天就是不开这个口，你也应当应分的去替他周旋才对。替他周旋？二叔，你扪心自问，你们二房这么多年都对我们长房做了些什么呀？你夫人萧氏害死了我母亲，你女儿江倩明明知道她丈夫暴虐成性，还要把我送入虎口。而你呢？你何曾敬过我父亲？何曾关心过我们姐弟三人？事到如今，说什么家人来粉饰太平？晚了！放肆！哎，母亲，以为你是王妃，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？你二叔总有再多的不是，他也是你父亲的亲兄弟呀！哪有你这样的侄女踩着你二叔的脸就这么责骂？我还没有归天呢！祖母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觉得你偏心二叔，偏心二房，那是因为他做官，你要指望他撑起来这伯父。但如今看来还真不是，你就是偏心，没有缘由的偏心，你就是喜欢二叔超过我父亲。
今日宁愿要得罪嫁进皇室的孙女，也要站出来替她说话。萧氏说的没错，我母亲的死跟你们母子二人也脱不开关系，就是这世上最自私凉薄的母子。好，那便祝福你们母慈子孝。老伯爷啊，老伯爷啊！母亲，我们江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孙女啊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不能跪呀！你快起来，母亲。安城啊，安城，这就是你管教多年的好女儿。四儿，不要再说了。父亲，你若愿意，便和女儿一起去王府。从今日起，咱们长房便分出去过，从此跟着东平伯府，再无任何瓜葛。你这是大逆不道啊！你连伯府都不要了，大哥，你可不能跟着走啊！江安城，你真的要丢下伯府，丢下我这个老母亲，跟着他去享荣华富贵吗？娘，我不走。四儿，你从小便在伯府长大，没有你祖母哪来的你呀？这件事情何必要做得如此之绝呀？何至于此啊？你们曾经是怎么对我的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既然现在我已经出嫁了，我就不想再受伯府的裹挟。你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、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女儿。我也早就不想有你这样的祖母了。话已至此，那赶紧把家印取来吧。今日就写下这断绝书。断绝就断绝，取家印。不可呀！不至于吧？阿福！祖母、父亲，对不住了，我只能这么做。站住！奴婢奉皇后娘娘旨意，每月15去清音观祈福上香。走吧。我见过圣女了，她不肯跟我回南屋。她如今已成了燕王妃，与燕王感情甚笃，怎么舍得分离？燕王是敕与其统领，倘若边境再生战乱，他必将回去。那燕王妃也会跟去。等到了我们的地盘，再让圣女回南屋，就简单多了。我去告诉大长老。这头型好生奇怪，莫非隐藏着什么玄机？像不像是南巫的火焰纹？难道江四是南巫人？不可能啊！苏柯是在临安生的他，江四也是在临安长大的。你去问问咱们的耳目，问问这图腾到底有什么来历？是。刚才你说我们的人在清音观发现了朵嬷嬷，盯紧他，尽快把他抓回来见我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皇上的马车。朵嬷嬷，长公主要见你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
前面就要进城了，我们不便一起。长公主既然派铁卫对付你，再回宫中岂不是自投罗网？要不别回了。我在皇后宫内，长公主至少会有所顾忌。要是在这城外，她更是无法无天。我有很重要的东西放在长宁宫内，我必须回去把它拿上。自己小心。怎么样啊？有惊无险，没追上朵嬷嬷。那就好，幸亏你让龙蛋提前跟了过去。哎，我今天听阿蛮说你回了趟府，怎么还闹得挺不开心的？宗母难为你了？是我难为了他。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明明最在意伯父了。这断绝书需要都城司帮我签印才能生效。明白了，你在意的不是伯父，而是伯父中的人。只要所爱之人平安，就不算真的分离。王爷、王妃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大姑娘和二公子来了。妹妹，你为什么要跟家里断绝关系啊？我们讨厌二叔不是1天2天了，你为他生这么大气不值得呀！妹妹要是想出气，哥替你揍他一顿好不好？你不要跟哥哥断绝关系啊！于兄，你替我说2句话呀！二弟，四儿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姐姐。这件事情，我心意已决。如果愿意，以后你们还是我的哥哥姐姐。但是这伯府，我是不会再认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家只有燕王府一个。什么意思啊？妹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这儿没有旁人，只有我和二弟，你可以告诉我们的。他没有什么苦衷。之前在你们府上只能受着忍着，如今嫁给我了，不用再这样了。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我跟我妹妹从小一起长大，她吃过什么苦，受过什么委屈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她之前在你们府上受的委屈还少。她是我妹妹，我用不着旁人说三道四。这是燕王府，你是燕王，我就不爱你吗？二弟，放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四儿，你今夜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写。我只相信我认识的、我了解的那个你。你说你没有苦衷，我觉得恰恰相反。也许是那苦衷太大，你怕我们承受不住，也可能是觉得我们帮不上忙。但不管怎样，姐姐不会逼你说出来。你只要记得，就算你与家里写了断绝书，我们也永远是你的家人。这个家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姐姐，父亲还好吗？就是父亲让我们来的。
这些事儿过去了，我陪你一起回家。殿下，宫里宫外都搜遍了，还是没能找到朵嬷嬷。本宫真的是小看她了。只要皇后和福清不出来作证，朵嬷嬷也掀不出什么风浪。明月，害过你的，母亲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皇后娘娘，奴婢有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起来说吧。奴婢有罪，奴婢就是害福清公主眼盲之人，也是下毒害死先皇后之人。娘娘早就知道。先前燕王妃调查之时，就怀疑过你与花嬷嬷。再者，燕王妃替福清解蛊毒之时，又特意邀你一道，本宫便笃定，这引虫之人一定是你。既如此，为何不戳穿我？本宫相信燕王妃，她留你在长宁宫，一定有她的目的。其实10年前你动手的那天夜里，我并没有睡着。我听见你说公主，只有什么都看不见，才能保住性命。原来公主早就知道了。公主，娘娘，你们如此善良，在这冰冷的皇宫里是难有好下场的。你潜伏在这深宫之中，时常一副冷酷面孔，但本宫知道，你对本宫和福清还是有几分真心的。皇后娘娘，是奴婢对不住您和公主。你是一把替长公主杀人的刀，却也是长公主的罪证。朵嬷嬷，太子妃是我的侄女儿，可以信得过。我可以派她帮你躲到宫外。娘娘，如果朵嬷嬷今日可以回宫，娘娘能不能安排她先去太子府避一避啊？为何？太子跟长公主是同一个阵营的，长公主就算搜遍整个临安城，也想不到要去查太子府。即便她得知是太子藏了朵嬷嬷，也会投鼠忌器。让太子见到朵嬷嬷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可以让朵嬷嬷亲口告诉太子，就是长公主杀了先皇后。太子认贼作母，是他以为长公主对他是真心的。他如果知道了真相，我想他会和长公主离心的。下来吧。殿下，属下查清了这图腾的来历，这是南巫圣女独有的标志。什么？南巫圣女？难怪姜思能结咏梅花，能治好福清的眼，能让朵嬷嬷泪中泣意。这是南巫机密，属下问遍了各路耳目，才终于在一个被俘虏的南巫将领口中得知，有着记号，都是南巫非同寻常的人物。他还说，
火焰纹越靠近我，颜色就越深。殿下可以以此法判断真假。火焰纹，这出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。阿满，将此信送到贤妃手上，此信事关重大，立即前往。好。殿下，秦王求见。侄儿豫章，拜见姑姑。齐王可是鲜少来公主府啊？侄儿心中一直记挂着姑姑，只是苦于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来登门拜访。哦，现在有什么理由啊？姑姑可是一直在寻找朵嬷嬷，侄儿知道她身在何处。你是要拿朵嬷嬷来做投名状？朵嬷嬷此时就藏身于太子府。虽然朵嬷嬷出入公主府总是蒙着面，但也不是无迹可寻。你竟敢盯着本宫的公主？侄儿还知道，杨念之常暗自出入公主府，姑姑看似与他针锋相对，实则相交甚密。姑姑对他有知遇之恩。向来只有本宫威胁别人，敢威胁本宫的都成尸体。姑姑误会了，侄儿若是想要揭发，不会待到今日。侄儿也从未想过要与姑姑作对。我的母妃出自北京，父皇这是为了稳定边疆才纳了母妃。侄儿知道，就算太子被废，父皇重新立储，也绝不可能是我。这些年父皇放任我跟太子分庭抗礼，不过是为了鞭策太子罢了。这一点，我的母妃就是看不透。这点你倒是比太子聪慧。只是太子私藏朵嬷嬷，便是对姑姑有了二心。姑姑还敢对他堪以重任吗？虽然侄儿知道，姑姑素来与母妃不和，但只要姑姑愿意扶持侄儿，取而代之，侄儿定为姑姑效忠。但他有个长处，就是死了娘。齐王敢杀了自己的母亲吗？大周的皇子多的是，我可不想多了一个贤妃的太后。送客。齐王，请。殿下。太子竟敢背叛本宫，不知道朵嬷嬷和太子说了多少内情。要是京上知道了，就没有退路。真是姑姑害死了母后。殿下，此事千真万确。本太子不信。我的生母死于马府，所有太医都是如此诊断的，怎么可能是姑姑下毒？你居然敢编出这么个荒唐故事来欺骗本太子，你是何居心？事到如今，我有骗您的必要吗？还有你好大的胆子！姑姑到处寻这朵嬷嬷，你却把她窝藏在府里，这不是存心挑拨我与长公主的关系吗？是嫡皇后亲手将她托付给臣妾的。你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朝宁宫求证。父亲眼盲亦是证据。还有一事，殿下您自幼不能识核桃，先皇后去世后，有人却在您的点心中掺了核桃碎，险些送命。是长公主救了您，还查出是贤妃动的手脚。其实，这是长公主设的连环局，一为构陷贤妃，二为收服太子您。胡扯！你胡说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姑姑不可能这样做，不可能！
本太子要将你们关进天牢，大刑伺候！来人！殿下，来人！殿下，您的生母凤仪天下，受万民瞩目，可是却落得中毒惨死的下场。若是您将仇人当恩人对待，让您的母亲在九泉之下如何得以瞑目？您若是将朵嬷嬷抓起来，臣妾必死无疑。等到咱们的孩儿长大，也不知生母为何而死，也对长公主感恩戴德。难道这是殿下想看见的吗？姑姑不可能这样对我，不可能！属下没有见到太子的面，是太子妃推说他身体不适，无法外出来见你。往日里，他对本宫的话总是言听计从，让他往东，他就不敢往西。他肯定是从朵嬷嬷嘴里知道了先皇后的事儿，才起了二心，还真被齐王说中了。属下这就去太子府捉回朵嬷嬷。不用了，人人都知道我和太子是一派的，情同母子。既然他不被我所用，那便一文不值。本宫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自作孽不可活。侄儿，拜见姑姑。你倒是来得挺快的。侄儿接到姑姑的密信，立刻就赶来了。来，喝杯茶。那次你走了之后，本宫思虑了很久。其实，论天资，论情勉，你都比太子强了许多。于公于私呢，姑姑都该给你这个机会。姑姑谬赞。这是南巫圣女的图腾，这图腾是在燕王妃身上发现的。燕王妃是南巫圣女，你也知道，这京上对南巫深恶痛绝，私通南巫也是死罪。更何况这燕王妃居然是南巫圣女。你若能向京上告发他，那就是为民除害，是给我们大周立了大功，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燕王毕竟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弟弟，若是揭发燕王妃，玉锦势必也会受到牵连吧。甚至母妃和我……罢了罢了，原来你的宏图大志，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。为了你的弟媳，一个叫姜四的女人，竟敢置国家安危于不顾。哎呀，这怪不得京上总是跟我说，你总是喜欢纸上谈兵，不堪重用。就抹抹这个就能让图腾变没了？我之前试过，但是只能短暂的消除，很快又会重新出现了。咱们那天从街上回来，阿蛮替我更衣的时候，发现香料已经失效了。但是眼下能短暂遮掩一下，那就每日都抹一抹，让他再没机会出来。每日都抹，
那你不嫌麻烦啊？这有什么麻烦？那夫君不就是用来麻烦的吗？你要是不麻烦我，那才是我最大的麻烦。所以还是请你多麻烦麻烦我。什么麻烦来麻烦去的，你都把我绕晕了。这还真没了。真的吗？再来点。没了吗？太神奇了，真没了。武妃，如此着急，到底何事啊？你可是来了。你看看这个，昨日老七媳妇突然派丫鬟送了这份礼给本宫，本宫万万没有想到，老七的不祥之名，居然是长公主栽赃嫁祸的。他就因为记恨本宫，居然想出这么阴狠的法子，害得本宫母子分离。姑姑的胆子未免太大了。徐嬷嬷的证词上白纸黑字写着呢，当初她先是害玉姐，后来又害江四，要不是这个孩子命大，早就像她母亲一样被毒死了。这上面还写着，长公主与南巫勾结。有了这份供词，本宫就不信皇上还能包庇她。若是这供状能一举扳倒长公主，为何不直接呈与父皇，而是交给了母妃？他们夫妇二人，一个长在南疆，一个门第没落，他们在临安没有根基，朝中没有人，他们能把如此厉害的政务交给本宫，而非皇后，那就说明他们信任本宫。老七毕竟是本宫的亲儿子。供词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司天监当年批命阁的官员说不定已经死了。一旦姑姑逼着徐嬷嬷改口，我们就成了诬陷。王爷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我真的不如老七吗？这图腾是在燕王妃身上发现的。你若能向京上告发他，是给我们大周立了大功，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玉儿的事儿，本宫心里一直很歉疚。本宫不是你的敌人，只是事发之时未能施以援手。你若将本宫视为对立，那岂不是多了个敌人，少了个同盟？我府上遭难之后，殿下离我侯府能有多远便有多远。今日请老臣来此饮酒，是何用意？不妨直说。你最大的仇家不是我，是江四。把玉儿捅出去的是江四，劝你儿媳江倩和离的也是江四。出主意让陛下轻审，定你儿死罪的还是江四。他才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。难道
你就不恨他吗？恨？我怎能不恨？我恨不能将他们千刀万剐，恨不能将他们碎尸万段。眼下就有个机会，能让你正大光明的报仇雪恨。明月公主的死，殿下不恨我。我懂了，殿下是要老臣在你前面做刀是吧？你不妨听本宫说完再判断，看看这把刀值不值得一做。殿下，齐王来见你。让他候着。是。明月，今日是为你报仇的大喜日子，本宫要盛装打扮，就像那日送你出嫁一般。杀死你的人，本宫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陛下，长公主求见。快进进来。宣长公主觐见。多日不见，荣阳来给皇兄请安了。荣阳，你今日气色好多了，朕总算放心了。皇兄政务繁忙，还要为了荣阳的事儿费心惦念着，实在是不该啊。哪儿的话，你是朕的妹妹，这时候朕该多陪陪你渡过难关才是啊。多谢皇兄，今日天气实在是太闷热了，我给皇兄准备了我们小时候最爱喝的冰镇紫苏饮，我加了些冰，这样喝起来才叫个畅快。有劳妹妹费心了。齐王求见。宣。啊，那荣阳就先走了。啊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必回避。儿臣参见父皇，拜见长公主。你是跟谁学的？我还说临时抱佛脚教你两招呢，看来现在不用了。因为我以前有一位很好的师傅。那有2点可以确定：这个人的能力不在我之下，还有就是某些人对他那是念念不忘了。我这个师傅姓于，名七。那我可太了解他了，不就是梦里那个我吗？这不公平吧？我想跟你干的事情，他抢的全都给做了。你还吃上醋了？我可太吃醋了。可能都是你啊！那能一样吗？好，啊！好，王妃，长公主一大早就进了宫，齐王也紧随其后。齐王也去了。是。该来的还是躲不掉。老四啊，儿臣在。你的那篇关于赋税徭役的奏折，朕看了，辞藻精美，对仗工整，但是内容却很空洞，纯属纸上谈兵。你这是何意啊？儿臣有密报启奏。
长公主若是为了南巫圣女的事情入宫，那父皇很快就会传召我们。这样，你从后门走，以祭祖的名义出宫。灵水跟南巫是在同一个方向，不会引起怀疑。还有，带上我之前送你的玉佩，去找池玉姬。我这么一走，就是畏罪潜逃，而你就变成了包庇通敌。你这么多年在战场上打拼的赫赫功名，好不容易才把你不祥之人的污名给洗清，就全给毁了吗？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我只要你周全。听话，快走，快走。冷淡，带着王妃赶紧出场。是。臣参见陛下。把信拿给长庆侯看看。朕听闻，长庆侯曾因痛失爱子，彻查过南巫之事，不知长庆侯可识得此图腾？长庆侯，你若知道什么，可要如实相告。是。陛下，此乃南巫圣女的图腾啊！此图腾乃南巫高层机密，是臣千辛万苦百般寻觅，才在密卷中现过一次。陛下，为何在此啊？这是前几日我从抓获的南巫细作身上搜出来的。此图腾只会出现在南巫圣女身上吗？按南巫密卷所述，那圣女天生便携此图腾，乃天命所授，断无第二人能有啊！可见南巫细作所言为真。那只好等燕王妃来了，当众一验便知。王妃，你好了吗？时间来不及了。王妃，您收拾好了吗？王妃，王妃，人呢？糟了！燕王殿下，今上口谕，有请燕王和燕王妃。燕王殿下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玉洁，朕只想问你一遍，你要诚实告诉朕。父皇，请问，姜刺究竟是不是南巫圣女？父皇何出此言？回答朕。无稽之谈。既然如此，陛下传召的是你们夫妻2人，为何只有你1人前来啊？哦，他回灵水祭祖，这未免也太凑巧了。皇兄这是何意啊？陛下，燕王妃求见。选。参见父皇，恕儿臣来迟一步。姜刺，朕收到密报，称你为南巫圣女，你为此作何解释啊？回禀父皇，儿臣自小生在临安，最远也就去过灵水，怎么会成为南巫圣女？如此无稽之谈，还请父皇明鉴。你们2人口径如此一致，怕是有备而来吧？姑姑为何要如此刁难我们？父皇，南巫圣女只是南巫认定的可做圣女之人，但不必非得是南巫人，也不必非得去过南巫。那以你之见，要作何断定？以儿臣拙见，图腾不会说谎，请父皇即刻查验燕王妃的颈后是否有圣女图腾。不可，王妃身份尊贵，岂是一句污蔑就可以当众验身的？你不是要洗清嫌疑吗？这就是最好的机会。若父皇执意如此，儿臣愿意接受查验，
但若没有发现图腾，还请父皇严惩，污蔑儿臣之人。好，待燕王妃御书房验身。启禀陛下，王妃身上未发现图腾。没有图腾，那便不是圣女。还望陛下严惩污蔑王妃之人。父皇，儿臣我……皇兄，我倒是听过一个传闻，圣女图腾遇火就会越加明显，倒不知道这个传闻准不准。父皇，既然已经验了，何不一验到底，以免留下隐患？没有图腾哪来的隐患？汝阳，你亲自去验验。是。把衣服扒开。姜思，你果然是南巫圣女。姜思果然是南巫圣女。福清公主不得入内。为何？好啊，好啊，老七，你真是娶了一个好夫人啊！竟然通敌叛国，勾结南巫。他就不可能通敌。陛下，甄大人到。是。陈真恒参见陛下。真恒，你来的正好，同朕一起审理此案。姜思，燕王冒着包庇叛国的风险替你求情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陛下明鉴。姜思斗胆，请陛下仔细想一想，长兴侯之前跟南巫交往甚密，长兴侯之子也被搜出来过，曾经有南巫密药神仙油。那连长兴侯都尚且不知这图腾显现的秘密，为何长公主就能轻易得知，还要用传言来伪装？要说长公主跟南巫并无勾结，恐怕很难说服在场的诸位吧。儿臣长在大周，生在大周，绝对不会做任何危害大周的事情。陛下，臣的逆子之案早已了结，臣跟随陛下左右，征战四方，戎马半生。臣的心中只有陛下和大周啊！望陛下明鉴。长宁侯，起来吧。皇兄，荣阳想让你见一个人。何人？一个死人，把他带上来。桑琪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啊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姜思，此人你应该很熟悉了吧？沈航，此人是谁？此人是南巫夜莺门的人，名叫桑琪，之前被燕王殿下所抓捕，后来不幸意外中毒身亡。既身亡，为何又在此？臣也不明白。当时在都城司，是臣和燕王殿下一同验的他的尸首，确认当场已经死亡了。陛下，经过调查，桑琪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姜思，而当时他拿着的是于思卫的腰牌。最近疾风卫巡查南巫奸细的时候，又抓到此人。这事儿从前到后，玉锦、姜思，你们都脱不了干系吧？陛下，臣可以证明，当时还是于思卫的燕王殿下对此事毫不知情，况且又是燕王殿下亲手抓捕的桑琪，怎可能帮助他脱逃？
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这么说，此事就是燕王妃，哦不，是南巫圣女姜嗣一人所为。儿臣也曾怀疑过姜嗣，儿臣为了探明他的身份，刻意接近他，但是儿臣并未查出他通敌，反倒查出了他为了大周百姓鸣不平。他没有其他的狼子野心，他只想护家人周全。也正是他的提醒，儿臣才得知秋猎之时会有天狗吞日，儿臣才得以护您的周全。这么说，你早已知晓他的身份？皇兄，您瞧瞧，燕王本是征战沙场的良将，却被这妖女蛊惑了心智，忘了自己的国与家。可见这南巫圣女真是深不可测。南巫圣女有预言之能，能助南巫复兴，灭我大周实乃大患。南巫与我大周缠斗几十年，百姓饱受战火，未曾有过片刻安宁。老七，你的赤羽骑将士几番厮杀，才获得了片刻安宁。如今你却亲信这样一个南巫女子，他们的鲜血，当真是白流了吗？可惜燕王殿下被蒙蔽至此。臣早闻那圣女善于蛊惑人心，恳请陛下将这圣女即刻问斩，以绝后患。我看是你在蛊惑人心。将姜嗣拖出去，即刻斩首。是。谁敢动圣女？圣女出南无心。母后，不好了！慢点。他们说七嫂竟然是南巫圣女。你听谁说的？方才我去天德殿找父皇，亲耳听到的。怪不得他识得如此罕见的螨虫，还替你治好了眼睛。七嫂言行正直，父亲不相信他是卖国之人，他冒险救父亲于水火，我们不能让他被污蔑至此。父皇，20年前，您因为一句天象将我驱逐，如今又因为一句传言要杀我的挚爱。若是要扫除南巫祸患，儿臣可以带兵出征，如今却要杀一个女子来换大周的清平，父皇您不觉得可笑吗？玉姐，想必你早已知道他的身份，却依旧包庇他，难道说你无令擅入临安，还有什么别的企图？父皇如此不明是非，儿臣不想辩驳。事到如今，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南巫圣女。燕王殿下，你不要太天真了。当初接近你，不过是因为知道你身份不凡，想着总有一天能够为我所用。但是没想到，你满心只想着为大周扫平祸患，平定边疆，要助我，实在是希望渺茫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当初接近我，不也是因为怀疑我的身份吗？这燕王妃的身份可以帮我隐藏到此，倒也不亏。否则，我又怎么会嫁给你？毕竟你我二人也是毫无瓜葛。边疆急报，南巫已陈兵边境，要求大周交出南巫圣女，否则他们必将倾全军之力开战，血洗大周。传令崔旭，即刻动身，带领兵马到边疆迎敌。是，陛下，那圣女是南巫人的信仰，他们世代坚信那圣女可以引领他们夺取大周。如可将那圣女斩首，就能让南巫人树倒猢狲散，这样我大周将士必可势如破竹，踏平南巫。长兴侯，大敌当前，你不顾及大周百姓的安危，是生怕战争不起吗？陛下，按传言，南巫圣女是南巫人民的精神信仰，如果您把我杀了，就等于把他们的信仰给毁灭了。到时候，南巫必定会大举进攻，无论是南巫还是大周，必定生灵涂炭。这难道就是陛下想看到的吗？
先打入天牢，改日再审。是。陛下，既然真相大白，何须再审？都城司擅断案侦缉，甄衡又素来忠直无私，此案就由甄衡来审吧。都城司甄衡遵旨。皇兄，此案重大，当由两司会审才公正。枢密司掌管军机要务，审理此案最合适不过了。那就由甄衡、长清侯联合审查此案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老七留下。臣告退。朕问你，你与朕是何故？盯着！老七，此事已不是家事，而是国事，万万不可再任意妄为。今日之事，皇兄对南巫的忌讳比想象中更深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还得早做打算。皆听殿下吩咐。侯爷，你可曾怨我当初未能救出你的儿子？臣不敢。臣知道殿下有自己的难处。那到时就有劳侯爷了。是。侯爷，金乌卫的布防图拿到了吗？是。做得很好，回去暗中召集所有人，等我号令行事。遵命。儿啊，你的仇，为父来给你报。给本侯仔细的搜，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。
搜到通敌之物，本侯重赏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侯爷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燕王妃涉嫌通敌叛国，本书密使奉令调查，将所有人抓起来审问。他们定有南巫圣女的消息，未曾透露。燕王殿下若是回来，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全部抓起来！你敢？且慢。侯爷，真的是在秉公办案吗？甄大人，真是无处不在。此案两司同审，本官跟侯爷一样，也是过来查案的。按照大周律，尚未定罪之时，除了嫡亲一族之外，我们无权关押其他人。这些家奴皆是燕王府的人，按律法可以抓呀。他们都是雇来的良民，并非卖身进的王府，那更抓不住。那就继续给我搜！我们都城司的兄弟陪侯爷一块搜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本侯抓的就是你！等等，我找仔细点啊！既然陛下让两司同审，就是为了以保公正，互相督查。我说的对吧？走。找到了，走。报告侯爷，搜到一封密信。甄大人，在这燕王府可搜出了南巫细作的名单呀！胡说！你们这是栽赃嫁祸！罪证在此，甄大人，请过目。谁搜出的这封信啊？是我。那本官问你，这信是从何处搜出来的？